春风习习杂志图书馆目前提供400多种国内外的杂志，城市里这样单一功能的空间还不多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在去年7月份吧，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，我带你去看个地方，我前几天刚刚去过，你不会相信北京现在有这么漂亮的地方。它在北京东城区2环内，距离天安门走路也就10分钟。这块原本是一片居民区，都是胡同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就是在旁边那条胡同出生。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杂志图书馆，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。一个呢，是我自己经常到处旅行，比如说在东京，晚上大部分营业场所都关闭后，作为一个游客，你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那它代官山的鸟屋书店呢，会营业到2点，翻翻书，耗一耗时间，然后再回去休息，感觉很舒服。那另一方面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些设计类的、生活美学类的资讯有很强的渴望。我们从去年8月开始，花了大概40多万吧，用了2个月的时间改造，也就80多平米，所以没做太大的改动。像一个盒子这样的入口，我觉得它有一个让人聚拢的感觉，让你像穿过一个通道似的进入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。这一半的区域做的是比较开放的，那另一半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他在阅读的时候希望相对的隐私一点，所以呢那部分的采光就做了格栅，在有阳光的时候，阳光通过格栅打到屋里边的样子是很美好的，一个人来也能安静地坐一下午。之后我们是希望它能开到深夜，甚至24小时的。这里目前有关建筑、摄影、平面设计、生活美学类的居多。丹麦的 Plethra 是寺庙里的僧人手工印刷的，首先是被它的尺寸惊到了，而且它1年才出1本，一共也就1000册，一本要100多欧元。国内的好多杂志接连停刊，但其实还是有一群人一直在努力地做独立出版物，像是给苏文做的红双喜，我就特别喜欢。我不想把这里变成一个来了拍拍照就走的店，很多人能认真的在外边看进去书，还就是在图书馆。你从家里到图书馆的过程当中，你已经做了心理建设和心理暗示，你就是去看书的。图书它可以不停的再版，而杂志就是一期一会，就像对现在发生的事儿摁下的一个快门，所以我希望用这个空间把这些记录保存好。